们看它这个盖子和盒之间不是说传统那种盖盒的子母口的设计，它是一种这种嵌入的方式，就是这样合上的。然后顶部有设这样的金钱尾抿头钢来使用，就是装爆花的这个头油的，就古时候妇女们装头油的这样的一个梳妆盒，所以它顶部设有这个金钱纹的镂空是有这个散气的、透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这个金钱纹饰也是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纹饰，寓意也比较好。就这样一个盖盒，它设计的就是比较精巧，也可以彰显这个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吧。因为我觉得就如果是普通家庭的话，他去使用这样的一个盒子，他可能就不会那么在意自己的，就女生们不会这么在意自己的形象，但是能够用得起就是头油，能够用得起这样盒子的这个证明主人的身份地位还是相对来说不错的。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个位置，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以及盒子盖子上的这个位置。导播老师能看见吗？就是它有一个对应的这样一个3字的标志，是用这个红色的，不知道是不是是漆还是什么的，矾红，对，矾红，就给它写了一个这样3字的对应，从它在它的盖子和它就是盒子的内口沿都能看到这样一个标记。这是这个就是一个大家从很多这样带有就是多组件的这种的，包括盒子，包括官窑里边这个鬼斧灯斗上面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记。它其实是当时烧造的时候为了2个东西配套，然后不遗失，就是它可能烧的时候是很多一起烧的，它为了就是2个搭配上，就是这样一组的，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标记。所以这个3和3能对应上，证明它本身它就是一套的，所以就是它成套保存到今天也是很不容易的。对，那么这件东西呢，刚才我们陈州小姐已经讲了。看起来这个首先呢，它是一个蝶啊，蝴蝶的蝶，但也有呢人会把它说成是蝙蝠这个形状。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在这个晚清帝后展当中呢，也有这种造型的花盆这个花盆的造型呢，几乎跟这个差不多的。那么这种花盆呢，它上面画满的都是什么呢？蝙蝠。而我们这个呢，因为这个造型看起来的确是像个蝴蝶形状，再加上这个我们这有一个瓜蝶绵绵有蝴蝶的这个一个纹饰在这儿，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叫做蝶形蝴蝶的形状。那么其实呢上面用的是金钱纹，再加上这个我们讲像蝙蝠就是这个钱和福放在一起，福在眼前。有这么一个寓意在里边，所以这个它整个的文化内涵呢还是比较丰富的，当然也是讨个口彩，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这种造型呢是我们这个当时代的这个民风当中，或者是我们民俗当中呢，比较常见的一种这个器型。当然，这个除了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器型以外大家要注意，除了这个器型以外，还有腰圆形的，或者叫椭圆形的，这种造型。那么也有圆形的，这个器型呢还是比较多的。但总的来讲呢，它主要是我们什么呢？主要是我们这个妇女使用的，或者说妇女这个必备的必需品。就像我们现在女孩子随身带着化妆品一样的，走哪儿补妆或者是这个脸上的缺粉了打点粉之类的，是类似像这种这个器皿。但是这个呢是比较特殊，从我们当初加入到这个工作来了以后这个器型呢，它有一个特有的名称，叫什么呢？叫爆花缸。它有这么一个名称。那么这个爆花缸呢已经点得非常清楚了，就是说这里边放的东西当初放什么呢？是放那个松树这个松树这个我们在这个爆的时候就是木匠在爆这个松木的时候，那个爆花
啊，那个爆花大家都知道，那个爆花你拿在手上闻，它有一股松香味儿，哎，那种清香味儿。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这个木材当中呢有那种松脂，啊，就像我们讲那个琥珀呀这些东西，就是松脂形成的。所以当初呢用这种爆花拿了以后泡在里边儿，那么一泡以后时间一长，它这个木屑呀，这个爆花里边的松脂啊，就渗透到了水里边，就是溢出来，溢到这个水里边。那么这种水的话呢，它有2个好处：第一，它这个油脂感特别强；第二个呢，我们妇女用了这个抹在头上啊，这个头发不仅仅是有光泽，而且呢还特别的贴附在头上。就像我们讲像摩丝一样，现在叫摩丝了，对。但是过去没有的，他就用这个，妇女用篦子用梳子梳在头上，那么这个头发就一丝一丝的贴附在自己的头上，那么这个显得呢，一个呢发质就显得很好看，另外那个头的形状呢也感觉到一丝不乱，啊，过去这种大家闺秀的话，不能蓬头垢面的啊，这个头发乱哄哄的，像我们现代人什么烫头啊、吹头啊，那过去没有的，都是头发梳的是我们过去开玩笑，这个人头上抹的油啊，连苍蝇拿的拐杖都站不住，是吧？但是过去的妇女她就是这样的，然后头发后边或者做揪啊，或者呢用这个用发簪插在后边啊，打扮得漂漂亮亮。所以这个东西它当时的功能呢，就是这个作用。所以这个东西好就好在什么呢？一个就刚才我们陈州小姐讲的，就是保存的比较完整，上面的这个符号3字的符号，矾红柱的这个符号和这个底下的符号完全一致，说明这个东西是原套原的一件东西，并没有后配，我们叫寄配，也不是闪失了以后反正就互相搭一搭就完了的事情，说明这件东西本身尺寸大小通通都是原配的。是的，这个呢就比较难能可贵，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标的是19世纪啊，其实呢这个年代呢应该是在清代的同治、光绪时间的作品。那个时候我们在文物商店工作，这种东西还是比较多的啊，是比较多的一个品种啊。所以我们看了这种东西以后呢，我们过去老先生就跟讲，这个东西要记住啊，这个就要爆花岗啊，不要乱说，这个什么乱七八糟说的，这个就是妇女用的东西。那么这件东西呢，就是底下呢因为没有款啊，这种变白，那么我们在配釉的时候必然要减去我们讲灰釉灰，釉灰里边含有钙。如果釉灰多了，它又会发青的，变成青亮色的。但是呢，减少了釉灰以后呢，它釉就会变白。但是有一个缺陷，就是你掌握不好的话，就会出现波浪现象。那么这件东西呢，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民谣的作品，是吧？民谣当中的戏录作品，所以釉面上出现这种波浪现象实属正常，在我们经手的这些东西当中，这种波浪的，从雍正晚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光绪，这种情况都是常见的，所以这就不奇怪了，这就不奇怪。那么这件东西呢，这个难能可贵，就是我们讲，第一，年代还不错；第二，保存比较完美，完美是什么呢？就是它是原套原的，不是寄配的。第三一个呢，就是上面的色彩也是完美的，因为它上面这种像摩擦痕磨得很厉害那种，这个没有只不过我们讲这个古前门上面呢原来是描金的因为这个东西是使用过的，所以上面的金呢就看呢就淡一些了就看得淡一些了。这个呢也是我们必须要讲清的。另外这个边沿上也是喜欢描金的，大家注意我们在瓷器上又贴金箔又描金这个现象是在北宋的定窑就开始有了。那么
到了清代以后呢，康熙时期啊，在五彩当中曾经也用描金的，啊，作为装饰的，但是在盘口、器口上面、足上面描金，主要是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就乾隆开始延续到清末，包括民国，都有这个现象，啊，所以我们讲这个工艺上的这些变化，提供了我们鉴定的依据，它在时间上提供了一个我们参考的空间，啊，所以我们讲虽然东西啊和官窑器比起来它是民窑的，和官窑器比起来它普通一点，但是你也要知道这件东西也是100几十年的东西啊，传到今天已经是很不错了。因为我们过去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这些东西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你现在随便到哪儿去说这个东西满地都有，这个话呢就毫无意义了啊。时代不同啊，这种东西的保存呢，相对和过去比起来少了很多啊，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是的啊，所以我们这件东西呢，也是做我们第一件东西呢，也是第一件拍品，我们把它推荐给我们镜头前的朋友，让我们一些朋友呢也做一些了解。那么这件东西呢，是品相没有问题啊，这是一个完美的，是的啊，品相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到时候反正大家可以在小黄车里边可以去看一看。是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里面和小黄车里面可以看到这件的细图和品相，对，这就是我想呢，我们可以去看一看，这样的话做的心中有数啊。那么这件东西呢，我想，第一件东西啊，我们给大家讲一下。那么我们再看底下还有啊，继续。我们看下一件。我们看下一件。哦，好，来，这多好。这是1711。1711，好。这个是一件斗彩的冠套灵芝纹盘，然后里面呢是画的这个冠套如意，外面画的是几组这个灵芝。然后我们虽然说它是这个斗彩，但是这件比较特殊的是它所有纹饰是用这个青花勾边，然后用这个其他的彩去填，但是唯独这个矾红的纹饰，它是用矾红就是勾边，然后用矾红去填的。对，这个现象，我也想请教一下汤老师，这是为什么呢？这种呢，它是这样。我们看到的这个牌儿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纹饰啊，翻过来，我们看这个整体的，包括外边的这种折枝一样的这个灵芝。那么这种纹饰呢，其实是在明代成化时期就出现了，啊，明代就有这种啊，用青花、用矾红、用绿彩来组成纹饰当中的色彩，所以这件东西呢，应该说是一件传承我们这个明代的一件作品啊，是这么一件东西。那么这个纹饰呢，除了我们讲成化有，明代嘉靖也仿成化，而这个清代的话呢，雍正有的带本朝款官窑器大清雍正年制。对。那么在这之后呢，也陆陆续续的有一些尺寸有大的有小的，像我们这个尺寸的话，应该是在多少啊？这个尺寸13.9公分啊，这个也就是我们讲的大概是在5寸盘吧，5寸盘不到一点点的这个尺寸上这个尺寸上。那么这个外边呢，用这个绿、用矾红、用青花来表示这个灵芝啊，其实这个本身这个画意呢，还是与贺寿有关
因为灵芝是一个长寿的，我们叫仙草，是吧？是。那么这个仙草的话，它为什么过去还有一个系叫稻仙草？那么稻仙草是为了什么？这个仙草它是长寿的象征啊，所以我们里边用冠套的这种灵芝头，外边也是用灵芝来装扮这个纹饰。其实它的主体，它的内涵就是强调一个长寿，啊，强调一个长寿。那么这件东西呢，和我们看到的这个明代成画呢，还略有些不同。这个造型呢，基本上啊，是按照我们雍正时期的那种做法做的。我们标的是清晚期。那么雍正时期的这种盘呢，也有大一点尺寸，也有小一点尺寸。它是这种用这种小折腰，啊，因为我们讲元代时期束缚牙有折腰碗的。那么这个折腰这种装饰技法或者说这个造型啊，其实它不是历朝历代都有的，啊，不是历朝历代都有的。那么明代也有一些，但是不多。清代呢，雍正用这种小折腰，啊，小折腰。那么实际上它多少呢，还有带有一点点这种承上启下的关系在里边，啊，它是继承了元代时期的那种折腰，但是呢，它跟那个束缚的那种硬折腰呢，还略有一些不同，因为它碗那个硬折腰折的比较大，而这个折呢折的小一点，折在底下啊，所以这个造型上呢也是有一些变化的。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件东西呢，刚才我们这个陈州小姐已经给大家讲了，这个纹饰基本这样。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底款。请给我们一个近景，一个近景。哎，大家看见了吧？底下写的是大清雍正年制，6字2行楷书款。那么它上面是没有双圈的，或者说没有双方框没有双方框的啊。那么所以它这个呢是直接就是2行楷书款。那么我们定的这个清晚期是有依据的，大家看到这个款就明白了。你说这种款雍正有吗？雍正的楷书款写的是很漂亮的，尤其是官窑的这个款写得很好。那么这个款显然这个字体这个力道这个肩胛结构和雍正时期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说你写雍正款，你写康熙款，写什么款，这个字体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了这个叫昭然若揭你如果把它定成是雍正，这显然是不对的我们把它定在清晚期，按道理来讲，像这个纹饰和这个字写的话呢，应该是在光绪晚期的作品了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仿古的作品但是这个底面釉，包括中间的一些缩釉点一些窑封的这一现象呢，还确实是那个时代的工艺上留下来的痕迹。所以看这个东西呢，应该看起来还比较容易没有什么更大的难度。那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大家注意这个底面釉和外侧的釉和里边的釉比起来，它要比里边略微白那么一点点非常有意思。里边的釉呢略微有一点点发青的，但外边的釉和底面的釉是很白的这个还蛮有一点意思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上釉的时候可能这个釉的话不是马上一起上的，而是有先有后。比如说先上里边了完了以后再上外边，而不是一次做成。所以这个釉差一点点配置上差一点点，它得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对瓷器的鉴定一定不要忘记了它的物化的过程，就是物理和化学变化的过程因为这个物化的过程
对这个器物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现在都是泛泛而谈，谈的呢都是皮毛的东西，是吧？对实质的东西不太了解，所以不太了解，往往说的就完全就走样了。有的这么就是根本就是风马牛，啊，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在学习陶瓷鉴定的时候呢，一定要了解啊，每一个细节都要观察到位。这样的话呢，对于你的判断才能更加准确。你看，所以里边白，但是偏点青，但你反过来看反面呢，你看这个底面釉明显就比上面的就要白那么一点点，啊，哎，说明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它不是一次马上上的，啊，可能还是分得上的，啊，比如说拿这一堆盘全部先上里边，完了再上外边，或者是先上外边后上里边，啊。是属于这种情况，所以这件东西呢还是有一点点意思。那么好就好在这件东西呢，啊，有一件口沿有小颗啊，已经修，啊，这两个都有一点点小颗，都修过了啊，都修过了。对，这个有一点窑封。那个底面呢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小的窑封，给人看一下，对准镜头。对，哎，有那么一点点小封，我这个底下只有手有点，其他没问题。啊，其他都没问题。这个地方，一个小小的，是我这个，对他那一件，他这个底下有个小小窑封。好的，这个哎，对呀，你看见没有？就这个底下有一个小小的窑封啊。这种东西呢，实际上它不是人为的。啊，受外来的冲击呀，或者是保管不善呀，啊所产生的这个结果，而是在烧的过程当中形成的。也就是说，在当年他立坯的时候啊，修底足的时候，啊，可能是不慎，但是在当时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在高温烧造的过程当中，它的胎体要收缩，原来不注意的地方。那么在烧的过程当中会发生变化，啊，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窑封现象，啊，那么这个呢，我们讲叫胎里带了，它不是后人所为啊，而是他自己烧出来以后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看这种东西呢，总的来说除了一点小颗以外，其他没有毛病，啊，看起来这一堆东西呢，应该还是比较干净，啊，干净的漂亮，因为它年代离得稍微近一些，所以上面的这个彩头啊，各方面呢保存的还比较好，啊，保存的还比较好，啊，这一堆东西啊，我们大家看一下。是的。啊，这个它的尺寸呢，因为只有13.9公分，所以显得还比较小巧精致，啊，小巧精致，挺好的啊，这一堆东西，哎，挺好看的，因为它是斗彩嘛，叫釉下彩加釉上彩啊，这种工艺。好，我们来继续啊，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继续。这多少号？我们这一件是1713号，顺治的一个凤凰牡丹纹大盘。这件我刚刚拿到手的感觉，我觉得尺寸比想象中的要大一号哈，好像这个尺寸是34.5，应该正常来说这种形制的盘子还有小一号的，然后腹部会比这个要浅一点，这个的话是属于同类当中尺寸算比较大的那一种，然后整体呢。就是画的这个凤凰牡丹，然后画了一个太阳啊，说有这个丹凤朝阳的寓意。对，我看有老师评论是康熙的啊，为什么我们定的是顺治呢？这边就是因为这两朝挨得非常近嘛，然后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差不多或者分不太清楚，来给就是老师们说一下这个。特征，顺治朝的特征。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盘子口沿有一圈降口，这就是非常典型的顺治时期的
特征，包括顺治有一些筒瓶啊，包括香炉，它口沿都会描一圈降口。具体原因的话，我们等一下让汤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啊。然后这个还有加上这个盘心的纹饰，它是用这种单线勾勒完了之后，用青花去平涂的这样的方式它来装饰的。但是康熙的话呢，它这个笔录纹理就是它会用一些皴法啊什么的，就是它会让这个整体纹饰的体积感更强啊。我们镜头刚好到这个山石的这个地方，特别是这个洞石花卉这个洞石的部分，它是非常明显。如果是康熙的话，它会把这个洞石的体积感画得非常的强，它会把这个洞石的层次，就是通过那种皴法来给它，就是不是使用这种平涂，它会把这个层次去一点一点的青花，它就弄得非常的强。但是我们这个呢，就是整体画面它会就是显得更平均一些。这是顺治朝的这样一个特征，然后再加上它整体的青花发色呢，相比于康熙的来说，它会就是感觉就是怎么说，我们色彩里面的这种灰度感会更加强。不是说它颜色就不好的意思，就是它同样也是很蓝的，包括它的成色也都是非常典型的，但是它会比就是康熙的那种翠毛蓝呢，又稍微这个饱和度低一点。哎，唐老师。好嘞，这个刚才我们陈走小姐给大家介绍了啊，介绍这件东西，那么也强调了就是为什么把它定在这个顺治而不定在康熙。是的。啊，那么这个理由呢，除了他刚才讲的说，这个降口，大家要注意啊，降口的出现呢，其实在民谣当中。明代早期就有了，啊，这个这种降口啊，我们在明代民谣的永乐、宣德时期的碗的口沿上就出现了降釉，但是呢，它不是在青花上，它是在白釉暗花上。那么，所以我们讲明代啊，其实仿古仿得很厉害，而且我们有一个传统的观念。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一定要记住的啊，明仿宋。从我们讲洪武、永乐、宣德的官窑器里边，我们就发现了啊，明代仿宋代的，比如说定窑，啊，这种工艺方法是很多的。比如说宣德仿汝窑、宣德仿歌窑、宣德仿龙泉窑，啊，宣德仿钧窑，五大名窑，宣德都仿遍了。有一些朋友没见过，啊，说这个东西，可能只是你说吧。我告诉你，我在景德镇80年代初，在景德镇的御窑厂就采集到了这些标本了，啊，而且有的都是带本草款的，那么就说明了。洪武有，永乐有，永乐翠青就是仿龙泉窑的，啊，那么宣德这个所谓的翠青呢，宣德整个就是仿龙泉，跟同时代的龙泉窑釉色几乎是一样，官窑是这样，民窑也是如此，所以明仿宋这个观点，我们过去的老前辈总结的这个经验。是个至理名言，我请镜头前的朋友一定要记住，这个没有错，实践证明这是一个真理，啊，这是我们讲的民谣当中。但是明代除了那段时间以外，还有什么时候？明代的嘉靖，碗的口沿喜欢上酱釉的，这个呢，我们在很多的器物当中，包括我们在拍卖市场当中也多次见过啊，包括我们博物馆收藏的都有。比如说蓝釉，比如说蓝釉暗龙啊，底下落本草款的都有，那么它就是降口。所以我们讲这一件东西啊，它实际上是延续了
明代的工艺，在口沿上用降口。真正到了康熙以后啊，这种降口就不多见了。那么有些朋友讲，哎，这谁呀？故宫那个研究员陈瑞明，他有一个康熙的那个写个顺治康熙啊，那个书里边不是也有上面也带这个的嘛？啊，那么这个大家可以商榷，啊，这个大家可以商榷的啊，因为陈瑞明嘛，我们大家都很熟，也是我们的学员啊，也是我们学员。那么这种情况呢，大家都可以商榷啊。另外一个就是讲到里边的花卉，丹凤朝阳啊，凤凰，这个太阳，还有这个牡丹花。按道理讲，牡丹花应该双击牡丹，那这个犄角好像就没有这么双击啊。这个两个角啊，显得就不是那么长啊，显得更加的柔美了，啊，没有那种锋芒毕露的感觉。但是这个里边大家要注意，这个叶子的画法，大家注意啊，我点的这个叶子的画法，包括这个地方叶子的画法，是延续了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官窑和民窑当中最常用的这种牡丹花的叶子。这个也是我们在鉴定当中应该要知道的，啊，应该要了解的。还有一个，我们看这个凤凰站在这个太湖石，我们叫玲珑石，啊，因为清初啊用玲珑石用的比较多，但是我们在石竹斋的那个信签纸上边啊，其实我们在天启、崇祯时期绘画当中已经出现了这种玲珑石了，但是呢，顺治时期的玲珑石呢比较的夸张，那个石头啊已经有一点点不是特别像石头了，完全就是靠线条一勾，那么就是我们讲有一点点似是而非的那种感觉，啊，并不完全是，但又表达了这个寓意。玲珑石，玲珑剔透，啊，透透露皱嘛，这就是我们过去老一辈儿啊，包括一些玩家、一些藏家啊，有些大的一些宅地里边，他那个自己院子里边，如果做假山石什么的，一定要这种石头的，因为漂亮啊，对吧？美啊，所以那个作为装饰用的啊，包括我们故宫里边也有这种石头。啊，也有这种石头，这个呢也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再一个呢，我们请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个青花，这个颜料。这个颜料呢，依然使用的是我们这个崇祯晚期啊，尤其是顺治这一段时间的青花料，因为兵险未歇呀，还有战争，是吧？所以这个青花料的选择、加工相对啊，和稳定时期，你看看崇祯不能比，和康熙不能比，它的青花料往往都是那种灰蓝色调的，这个大家都懂，我们在市场当中见到也太多了。不管它造型如何，但是它的青花一定是这样。那么这一件东西呢，不管怎么样，这个青花颜色呢带有那么一点点的灰蓝色调，但整体的构图、勾勒轮廓，然后渲染，啊，我们叫它单线平涂吧。整体来讲还是非常的和谐，所以你给人看到这个整体的图案，应该还是一种比较祥和的这种感觉，啊，是看着还是很舒服的。因为这种东西呢，尺寸因为比较大，因为它34.5公分的嘛，对吧？这种东西要是立起来看的话，依然还是很美的一幅花鸟画啊，中国的花鸟画。那么再说，大家注意看它的外边，我们注意到顺治时期的外侧呀，盘碗外侧有很多是不装饰的。康熙时期的外边画一个竹子，画一枝花，
这种装饰是最常用的，但是顺治不常用，这也是我们确定它的理由。再看底足底面啊，来，我们给底面一个正款，给大家看一下。底下4个字“玉堂佳器”。那么像这种款呢，明代的万历啊民谣当中是最常用的，富贵佳器啊，长命富贵，对，啊，这些都是最常用的。而且大家要注意这个字的写法呀，还多少带有一点点那种篆隶的感觉，大家一定要注意。顺治时期落款啊，它是用篆隶的写法啊，所以看这个特定时期的这种落款形式，包括在这个比如统评或者在其他评上面落款的时候，都喜欢采用这种书写方式。那么这个款呢也是如此啊，底下这个佳器的器字，你看这个写法就跟明代万历时期民谣当中啊是最常用这种做法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双圈里边这么个写法，包括外边的不装饰素面的。那么这个釉呢，大家还注意啊，我给大家看的这个釉是一种清亮釉，也就是说这个釉面啊里边含钙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显得特别的透彻，或者说清澈光亮。而里边的釉呢是显得也是同样的清清的这种感觉，来陪衬这个青花料。这个呢倒是相得益彰，使里边的青花呢显得更加的美所以我们讲，尽管它颜色并不是那么浓艳，但是它用色分色恰到好处，倒使这个图案倒显得比较的雅致了。是的，比较和谐。这件东西啊，它难能可贵，就在于它设色或者说复色的时候，它把它的深浅它这个渲染的恰到好处，这就是这件作品难能可贵的地方所以整个这件东西看起来应该还是不错的。老师，永宣官窑器上也有降口吧？这位人面书生永宣官窑器上我没见过当然你见过没有我不知道但是一般我们官窑器上是没有的这个我直言不讳的讲，因为至少我是没见到那么你如果要见到，你可以把这个例子举出来，把这个照片也推荐给我们我们大家共同研究，也让我学到一点知识是吧？不能你说有一种这个陈化的那种，就是仿龙泉的那种青釉，那个是讲，但跟这不一样。不一样。那个是什么知道吧？陈化官窑里边，你这个讲的是永宣。对。陈化里边有的，比如说陈化歌谣，它就是降口的。陈化仿这个龙泉的，它就降口的。对。但是永宣，永宣好像我们也需要找一下。这个如果有的话，我希望你能提供，咱们大家相互学习。我觉得这个非常感谢你非常感谢你。那么，所以这件东西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些依据呢，所以我们讲这件东西把它定的顺治呢，我们觉得更好一些。是的。更好一些，比较合理。那么这件东西呢，大家要注意大家要注意。这件东西口沿上有这么一个刻缺的，注意这个我们摄像师给我们这么一个近距离，谭哥，大家看一下挑近了看，这个边上一个缺口，对，然后有一个冲线，后边呢有一道冲线在这个部位上。我现在手指的部位一个缺口一个冲线，
那么其他的地方好像这边还有一个，还有一道小暗冲啊，小冲，一点点短的，啊，有2到3道冲，一个小缺，别的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哎，这边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这个摄像师给我们就照到了照到了这些地方。那么这就是这件东西呢，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么一个现状啊。其他呢没有问题其他没有问题。这一件作品呢，就是这么一件丹凤朝阳，这个寓意非常祥瑞的一件作品是的。尽管呢这个年代是我们清初的作品，但是整体保存的应该还算不错，尤其是里边画的内容和色比较好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这是我个人感觉。但是呢，这些还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可以在小黄车里边再去寻找一下我们把它看得再详实一些这样比较好比较好。是的。好的，我们看下一件。下一件来。好。再多少再见。这个是1714，对，一个棒槌瓶，小棒槌瓶。这件的话，它的就是造型特征比较典型嘛，它就是一个就是康熙的时候的小棒槌瓶。比较常见的是那种康熙还有一种大尺寸的棒槌瓶，那种大概是40多公分高。然后我们这一件是这个看一下23.5公分高。那跟传统那种大棒槌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件口沿的部分，它是一个折沿的装饰。但是大号的那种应该比较多的是一个盘口的装饰。然后这一件就是从上到下也是以腹部的这个纹饰为主体，画的是2个人物故事。我们看到这个主体人物的动态也是比较足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件口沿是用墨彩画的一个竹子。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这种小棒槌同类制式的小棒槌瓶，非常多的都是口沿都是用墨彩装饰，而且画的都是竹子的。只不过它这个，然后这个肩部画的是景地开窗，然后中间这个主体纹饰人物故事会画的有不一样，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件五彩的作品。这件东西呢，首先我们看到的主体纹饰呢是一个这个戏剧故事那么如果说我们光从这个人物戴的这个帽子来看呢，我们就觉得有点像这个吕布戴的那个头顶戴红，跳出一个红缨的这种，是吧？对。但是问题是他手上提的是矛，而不是方天画戟，那么说明这个人肯定不是吕布。那么后边跟着的一个人呢，也是用的一个矛跟在后边。那么所以这件东西呢，应该是一个戏剧人物进行表演。我们曾经在其他的一些类似像这种造型的棒槌瓶的造型上面看到五彩人物，戏剧人物的那种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那么像这件东西呢，也是如此，因为这件东西本身它是在釉上施加五色而成为五彩的。刚才我们这个陈州小姐给大家讲到了，就是脖子上的这个竹子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一段时间呢，因为我在易趣说上在讲这个珐琅彩的这个专题那么曾经上一次我在讲的时候呢，有朋友就提出来了这个墨彩的问题我也曾经就这个问题呢也回答了我们一些朋友的提问。大家注意我们这个墨彩是在明代明代的这个正德时期就有了其实再往前算的话呢，这个墨彩
在明代成画里边就有。明代成画的素三彩的鸦熏，大家注意了没有？想起来没有？鸦熏它上面用的这个墨彩，那么那种墨彩呢，那么按照我们色彩设色来讲呢，那个就算墨彩了。但是大家要注意，那个墨彩的颜色不是纯黑的，就像我们看到那个康熙的墨彩素三彩里边的墨彩一样，它实际上不是黑，而是什么呀？深墨绿。但是由于它的颜色深，我们就把它叫成了墨彩。那么真正的墨彩呢，是在明代正德时期，嘉靖五彩当中就有釉上五彩的。大家一听这个词儿，好像又新鲜了。我们讲那个嘉靖万历时期是青花五彩，你怎么找釉上五彩呢？大家可以查一下上海博物馆有一个罐是釉上彩的龙纹罐，它里边用的这个釉上的墨彩大家要注意，这个颜色大家可以去观察去研究。那么另外就是在明代嘉靖时期的这个墨彩呢，使用的就比较普遍比较普遍。那么康熙墨彩和这个明代的墨彩的差距在哪里呢？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刚才我们为什么这个陈州小姐讲到这个墨彩用竹子，这种装饰纹样呢，在康熙时期是最常见的，不仅仅是在瓶子的辅助纹饰上，在盘碗的外沿口也会用它作为装饰纹样的。它不同的方式是什么这种装饰技法在什么地方？它是用纯度比较高的氧化钴在釉上直接绘画，绘画完了以后要在上面覆盖一层叫雪白的透明釉。这种透明釉放上去以后，经过炉子一烘烤，这个彩头就显得乌金黑亮，就像大漆一样这种感觉。对，老师可以切个近景，我们这景也有这样的特征。来，给我们一个近景，懂吧？它这个实际上这个你们如果仔细看，它这个墨彩它上面有一层光泽的，这个光泽就是用氧化铅釉透明的画在这个表面上的。它的好处是什么？一个增加它的光泽，使它更黑更亮，像大漆一样；另外一个使这个彩固定在这个地方，不会挪移，不会虚化。看见没有？这个大家看见了是吧？这个你看它上面这个彩上面是有光泽的。那么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雍正时期的浅金采用这种办法。那么这件东西呢，也跟大家再强调一下但你看看这个靴子，来给我们一个靴子，这个靴子人物的靴子，看见没？这个靴子是亮的，如果上面它不加这个透明的低温铅釉，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上面只是黑，没有光泽，而且是一种干涩的。对，就是因为它加了它，所以才有这么那个效果，就是看起来就像那个大漆一样的，很了不起，非常了不起。那么这件东西好就好在它这个人物的绘画，它的技法、色彩的设色用的都比较好。最后我要讲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康熙五彩的水平是很高的镜头前的朋友，我呢要特别强调，请你们一定要注意，现在颜色的设色、肤色做的都非常棒。那么这个里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里边的色彩。康熙的这种颜色清澈干净，里边很少会出现窑灰，
杂质。民国仿康熙的里边一定是有窑灰和杂质的，包括粉彩当中这种颜色使用也会出现这个现象。期和康熙的这个区别，对，然后对，就康熙的五彩，包括汤老师刚刚讲的这个透明度，就是包括这个材料的这个光泽度和厚度的问题，也是它区别于明代五彩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看到的明代的五彩就会好像更哑光一些，就是它的那个材料的就会更薄一点。而且明代这个青花不是用的这个回青料嘛，它的这个颜色啊，包括它的五彩里面特别喜欢用一些黄啊、红啊这种蓝这种对比度很强烈的颜色，就是跟康熙的五彩还是不太一样。对，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讲，康熙时期的五彩的有它自己独到的地方。是的。但是呢，我们要如何来界定和区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东西呢，这个我看看啊，它是口缘有缺了啊，用这种银来补的。是啊，我们日本是喜欢用这个什么呢？金扇。用金扇，这是用银扇啊，用银扇的。那么完了以后呢，器身呢掉粘了。对，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有掉粘。这个地方有掉粘的，给大家呢要指明白。另外大家可以在品相报告当中再认真仔细的看一下。是的。是吧？希望大家呢能把这个能够搞清楚啊，因为这件东西呢也是东西呢是很典型的。你看这个圈轴处理，外侧悬削，上面还有悬劈痕，做的是非常的犀利啊，悬削啊这种工艺啊做的还是很好的。那么里边这个圈轴处理的刮一刀刮的也非常的利落啊，这都是康熙时期啊特有的一个工艺现象。那么这个的底面釉呢，它是采用的那种像刷釉一样的啊，因为这个当釉呢当的不是特别匀。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有那种缩釉点啊，我们叫真空眼啊，是康熙时期特有的啊。这个呢就是把这件东西呢整个给大家啊又串讲了一遍，好吧？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件东西也有款的，比如说底下有同治年制、光绪年制，那么这种款基本上都是篆书款啊。这个镜头前的朋友啊，这个有些朋友可能比较熟悉，有些朋友呢可能不是很熟啊。过去这种底下是带款的啊，有带款的，我们这件呢没带款。但是呢，为什么我说它是这个年代呢？我们看底面釉啊，它有那个波浪釉啊。过去我们一直讲，为了使釉变